The CATL Naxtra passenger EV battery is the world's first mass-produced sodium-ion EV battery. 在上海车展开幕之际，他依旧怀揣着往年那份期盼的心情步入展馆。然而这一次，一种微妙的差异感萦绕心头。整个展会现场琳琅满目，尽是超前的概念车型、奢华的纯电动汽车、充满未来感的内饰设计以及各种实验性的出行方案。然而，在众多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中，一台设备瞬间攫取了他的目光，那是一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型号为 EVO， 其宣称的续航里程约为1小时20分钟，飞行距离可达250公里。仅凭电力驱动，这架小巧的飞行器便能实现垂直起降并飞越如此遥远的距离，仿佛提前展现了未来10年的科技图景。尽管这架飞行器已足够令人称奇，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并非本次展会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真正让他感到震撼的是 CATL 公司发布的3项重磅电池技术公告。他深信这些创新将从根本上颠覆整个汽车产业的格局。即便拥有多年的科技内容创作经验，此刻他依然感到格外兴奋。CATL 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能量产的钠离子电池，命名为钠池，以及创新的双化学体系电池平台自由型，还有第2代超级快充电池神行。他深吸一口气，准备对这3项技术逐一进行深入分析，并阐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坦诚地表示，尽管与 CATL 存在合作关系，以获取相关资源，但他所表达的观点和激动之情完全源于其自身的专业判断。他解释道，自从可充电电池诞生以来，锂元素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元素周期表中，锂位于最顶端，作为最轻的碱金属，这使其成为电池应用的理想选择。然而，锂资源本身存在诸多挑战，其蕴藏量并非十分丰富。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数亿辆电动汽车转型，锂供应链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此外，锂的价格已经出现剧烈波动，这引发了人们对长期成本稳定性的担忧。正是基于这些考量， CATL 投入了多年的研发，致力于寻找一种完全不依赖锂的替代方案。他们推出的钠离子电池正是以钠元素取代了锂。钠是元素周期表中第2轻的碱金属，钠元素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其储量远超锂。他指出，地球地壳中钠的含量是锂的1000倍以上，这意味着随着产能的扩张，钠离子电池有望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有助于电动汽车的整体降价。第2个重要的优势体现在低温性能方面。为了直观地展示这一特性， CATL 现场演示了钠离子电池在零下40摄氏度的极端环境下持续工作的场景。即使在如此严酷的低温中，电池依然能够稳定地驱动电水壶、照明设备以及其他电器正常运行。由此得出的结论非常明确，传统的锂离子电池在寒冷环境中，如果没有加热组件来维持其化学活性，往往难以正常工作，而钠离子电池则能在低温下以极小的性能损失持续运行。对于冬季严寒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这无疑可能带来革命性的改变。然而，钠离子化学体系也并非完美无缺，其能量密度相对较低，这意味着在实现相同续航里程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更重的电池组，或者在相同重量下，车辆的续航里程会有所缩短。这种固有的权衡关系，正是钠离子电池未能全面取代锂离子电池的主要原因。但这恰恰引出了 CATL 发布的第2项重要公告，它进一步阐述到，工程设计的本质在于对各种优劣势进行权衡取舍。不同的电池化学体系，其行为特性就像电路布线中使用的不同材料的表现一样，铜在综合性能方面表现最优，达到了良好的平衡；铝的成本更低，性能也尚可接受。黄金的性能非常卓越，但其价格却极其昂贵。与之类似，磷酸铁锂电池具备较长的循环寿命和较高的安全性，但其能量密度相对较低。而镍钴锰电池虽然能够提供更高的能量密度和更长的续航里程，但成本也更高，且衰减速度相对更快。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被迫在这2者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这种选择直接决定了车辆的性能表现、充电速度以及整体的用户体验。而 CATL 公司的 FreeVoy 双动力电池系统则打破了这种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限制。该系统首次将2种不同的化学体系集成到了同一个电池包中。钠离子电池主要负责提供快速充电能力、优异的高温耐受性、全面的安全防护以及卓越的低温性能，而磷酸铁锂电池则侧重于提供更高的能量密度和更长的续航里程。当这2种体系巧妙地
的融合于一个统一的架构中时，电池组便能够同时具备两者的优点。虽然并不存在完美的电池化学体系，但借助 FreeVoid 技术，设计师可以灵活地组合不同的属性，从而打造出性能更加均衡的电池系统。这种高度的灵活性将深刻地影响汽车制造商设计未来电动汽车的方式。随后，他将话题转向了第3项公告，这项技术将让所有曾经在充电站长时间等待的电动汽车车主感到无比振奋。CATL 展示了其第2代神行电池，并声称这是目前全球充电速度最快的电池，其峰值充电倍率可高达 12C， 并且能够持续维持在约 6C 的充电倍率。它以自己拥有的100千瓦时电池容量的电动汽车为例进行说明。12C 的充电倍率意味着高达1200千瓦 1.2兆瓦的功率瞬间涌入电池组，而它目前车辆的充电功率上限仅为250千瓦，因此这款新电池的充电速度几乎提升了5倍。这意味着仅需要大约5分钟的时间即可补充超过500公里的续航里程。以这样的充电速度，电动汽车的充电过程将如同燃油车加油一样便捷，甚至可能更快。首先，请务必点击下方的点赞按钮，这将极大地帮助我们扩大视频的传播范围，感谢您的支持。接下来的数据表现更加令人惊叹，只需短短30秒即可增加75公里的续航里程，相当于每秒增加约 2.5 公里的续航。他还解释到，低温环境通常会显著影响快速充电的效率，然而即使在零下10摄氏度的环境下，神行电池依然能够在约15分钟内完成 5%至 80% 的电量补充。如此惊人的充电速度得益于 CATL 在优化电池化学配方的同时，也对电池的内部结构进行了革新。该电池采用了超晶石墨负极，其高度均匀的结构使得离子迁移的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其次是经过改良的电解液配方，即使在极端的充电电流下也能保持稳定的化学反应。多路径电子流动的设计使得电流在电池内部能够更均匀的分布，从而有效地减少局部过热的风险。最后，正极采用了先进的导电材料，即使在高电流下也能持续稳定工作，而不会产生过热现象。他接着指出， CATL 的突破性进展并不仅限于电池单体的设计，电池组的热管理同样至关重要。CATL 展示了其电池组的剖面结构图，清晰可见每排电芯之间都铺设着细长的冷却带。冷却液不再是从底部渗透，而是能够流经电芯的整个表面区域，从而实现了更为高效的散热效果。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在 12C 的超高倍率充电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热量，如果缺乏先进的冷却系统，电池将迅速发生衰减，甚至可能彻底失效。而 CATL 的解决方案使得电池组能够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维持如此高的充电速度。CATL 还提供完整的模块化平台，将电池单体与底盘电池架构进行深度集成。在这些平台中，电池组本身成为了车辆结构的组成部分，甚至还集成了轴向磁通电机、逆变器以及电子控制系统等关键部件。他意识到 CATL 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家电池供应商，而是转型成为能够为汽车制造商提供完整电动汽车基础架构的科技企业。展会上最令他感到震撼的，莫过于 CATL 的电池更换演示，车辆驶入换电站后，底部的电池包自动脱落，一个充满电的电池包随即滑入原位，整个过程仅耗时约100秒，宛如科幻电影中的场景。然而 CATL 的加入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此前虽然也有一些汽车企业尝试推行换电模式，但由于各品牌都采用了各自专属的电池规格，导致真正的行业标准难以形成。而 CATL 打造了3种通用规格的电池包，实现了跨品牌的快速更换，这同样如同科幻场景一般。然而 CATL 的介入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此前尽管有车企尝试过换电技术，但由于各品牌采用不同的电池规格和尺寸，严重阻碍了真正行业标准的建立。而 CATL 目前占据着全球电动汽车电池市场1/3的份额。如果说有哪家企业能够真正推动跨品牌换电的标准化，那非他们莫属。他了解到，一个换电站内通常会储备14组电池包，换电站只需要确保这些电池包的充电速度能够快于车辆进站更换的速度。他大胆设想，未来的购车者或许可以选择购买不含电池的车辆，转而订阅换电网络的能源服务，这将彻底消除消费者对电池衰减、更换成本以及长期性能表现的顾虑。他还获悉 CATL 公司已经将业务拓展至电池回收领域，他们预测到2040年代初，新生产的电池中将有一半依赖于回收材料。该公司宣称，目前已能够从旧电池中回收超过 99% 的镍、钴、锰以及约 91% 的锂元素。一旦钠离子电池技术实现大规模应用，钠元素的回收率还将进一步提升。
电池完整的循环生命周期，从制造、使用到最终的回收再利用，已经成为 Kato 的核心关注点。结束当天在车展的行程时，他内心充满了震撼。钠离子电池有望显著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双化学体系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灵活性，而超快充电电池则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使用的便利性。CATL 似乎正在逐一解决多年来困扰电动汽车车主的所有核心痛点。他感谢各位抽出宝贵时间分享这些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以及精彩的现场演示。最后，他表达了希望有机会参观 CATL 的工厂，并亲眼见证真实的电池更换场景的愿望。这段上海车展的旅程令人难以忘怀，他以与刚开始时同样的热忱结束了交流，并且深信这些技术上的突破将彻底颠覆整个电动汽车产业的格局。